大家好，又到了吃香椿的季节，很多人把买回来的香椿吃之前总是给它先焯水，其实那样就错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，学会这样做，香椿的味道鲜美，营养不流失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刚从超市买了一把香椿，先用手把它的叶子摘下来，把硬节去掉。因为香椿有一股特殊的香味，所以深受人们的喜欢。全部摘好之后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勺子搅拌化开，然后把我们摘好的香椿放入淡盐水里面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给它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看一下，水已经变得非常香了。上面漂浮着很多的脏东西，再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。香椿是长在树上的，难免会有一些灰尘杂质或者是鸟粪什么的。加入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香椿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再放入另一盆清水中，多给它清洗2遍。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捞出来，放到一个篮子里控一下水，然后准备一个蒸笼，接着把控干水分的香椿放到蒸笼里给它蒸一蒸。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，香椿千万不要焯水，要不然香椿的营养就会流失。像这样蒸出的香椿不但能更好的去除亚硝酸盐，并且营养一点也不流失，家人吃起来口感鲜嫩，香味浓，营养又健康。然后开水上锅，盖上盖子蒸上2分钟。2分钟后不要焖，立马打开盖子，哇，一股香椿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大家看一下，香椿的颜色已经变得翠绿了，特别的漂亮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稍微的放凉，给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给它切碎。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，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。接下来盆中放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颗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然后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下手揉成面团。最后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，上面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放一旁醒着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把红薯粉条，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面倒入70度左右的热水，没过粉条，再加入1勺白醋，加入白醋能使粉条快速的泡发。搅匀后先泡着备用。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香葱，给它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点，这样葱香味浓郁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切好之后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小碗中打入2个鸡蛋，鸡蛋和香椿真的是绝配。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入一个底味，用筷子充分搅散。接着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放入搅散的鸡蛋液。用铲子快速的炒散，炒成鸡蛋碎。鸡蛋碎我们可以炒得老一点，吃起来会更香。炒成像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再放入我们切好的葱花，
借锅里的余温给它烫出葱香味儿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稍微的放凉，放入香椿碎里面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粉条也泡好了，控水捞出来。放下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碎。切好之后，放入馅料里面，先搅拌均匀，防止粉条粘连在一起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加入1勺食盐，1勺胡椒粉，再加入少许的小磨香油增香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这里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，要不然会掩盖香椿本身的鲜香味儿。像这样，我们的香椿鸡蛋馅就调好了，闻起来已经非常香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取出醒好的面团，不用揉，直接搓成长条。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上面撒上点干面粉防粘。再把每一个剂子都整理一下，按扁。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一个圆形的面片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在上面放入刚调好的香椿馅料，像包包子一样收口。把收口处捏紧实，再给它按压一下，两面都要压，给它按压成一个小圆饼。像这样一个香椿馅饼生胚就做好了，依次全部做好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刷上一层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放入我们做好的生胚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，这样烙出的小饼柔软又好吃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先烙上2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给它翻个面。再盖上盖子，继续烙上2分钟，中间要多翻2次面，这样收热更均匀。大约烙了5分钟，烙至像这样两面金黄，用铲子按压，能快速回弹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非常好吃的香椿鸡蛋馅饼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馅饼，外皮金黄酥脆，皮儿薄馅大，掰开看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，味道鲜美，看着都要流口水了。尝一下，有香椿的清香味儿，实在是太香了。搭配上鸡蛋，真的是美味又营养，粉条也特别的入味儿。香椿这样做，营养一点也不流失，不放肉比肉馅的还香。以后香椿别总炒鸡蛋了，像我这样做，既能当主食，又能当菜，特别的简单省事儿。
关键是家人都爱吃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